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深夜躺下却睡不着，盯着天花板一个念头反复出现：我的人生是不是被什么力量提前编好了程序？你拼命跑，却总差那么一口气。你做对了每一道选择题，结果却不尽人意。你看着身边一些人没你聪明，没你努力，却偏偏每一步都踩在点上。你开始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一套铁一般的底层规则，在悄无声息地运转？这套规则1000年前就被人画出来了，它叫紫微斗数。但今天我要说的不是算命，不是预言，更不是宿命论。我要说的是，这套体系真正研究的是人的底层操作系统，是命运的结构性逻辑，是你每天在经历却从未看清的人生变量。读懂它，你会发现一个细思极恐的真相：大多数人活得痛苦，不是因为命不好，而是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命是什么结构，更不知道在这个结构里哪里才是自己的位置。他们一辈子在用错误的策略打一场本不该这样打的仗，这才是最深也最隐蔽的悲剧。时间拉回公元960年，5代十国的战火刚熄，宋朝建立，天下表面归一，底层秩序却被彻底搅碎。旧贵族倒塌，新权贵踩着废墟站起来，读书人涌向科举，商人悄悄积蓄财富，普通百姓在各种变局里被推着走，不知道明天在哪里。每一个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的命到底是什么？就在这片混乱中，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叫陈希夷，也就是陈抟，北宋道家的隐士，后人称他希夷先生。他可以入朝做官，却选择躲进华山；他可以成为皇帝的座上宾，却始终保持着野鹤闲云的姿态。他用了大半辈子整合星象、易学、道家哲学和民间命理，创造了一套前所未有的体系——紫微斗数。但我要直接告诉你一个大多数人从未意识到的事情：陈希夷表面上在研究天命，实际上他在研究人性的底层代码。他把人的一生拆成了12个维度：财富、事业、婚姻、家庭、健康、人际、迁移、官禄、福德、父母、兄弟、命宫。每一个维度都有对应的星曜在运转，都有自己的能量格局和运行逻辑。这不是玄学，这是一套极其精密的人生结构分析框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人出厂时的配置清单：你的 CPU 是什么型号？你的内存有多大？你的硬盘里存了什么数据？你的系统漏洞在哪里？你的核心优势是什么？而大多数人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自己的这张配置清单。他们在用一台可能更适合做设计的电脑，拼命跑财务软件，跑得越来越卡，越来越崩溃，却始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就是紫微斗数最底层的洞见，人最大的悲剧。不是生错了命，而是活错了方向。好，现在让我们真正进入这套体系的核心。紫微斗数的世界里有100多颗星曜，但真正主宰命运格局的只有几颗核心主星。今天我们重点拆解4颗紫微星、七杀星、天机星、太阴星。这4颗星代表了4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底层逻辑，4种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根本方式。听完这4颗星的故事，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情：你认识的人里，每一个都能对号入座。第1颗星，紫微星，帝王之星，天地之象。这是整个紫微斗数体系中地位最高的一颗星，它的名字本身就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感。紫微垣是古代天文学中天空的核心区域，众星拱卫的中心。所以紫微星命格的人天生有一种磁场，他们走进一个房间，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投来目光。但这里有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紫微星最大的困境不是缺少能力，而是太容易被困在一个位置上，动弹不得。为什么？因为它的本质是一颗需要被辅佐的星。你没听错，这颗代表帝王的星最大的特质是它需要左辅右弼，需要一套完整的支持系统，才能真正释放出帝王的格局。
如果紫微星孤立无援，如果他命宫的宫位里没有强力辅星相助，这个人会陷入一种极其痛苦的状态。他有野心，有格局，有领导力，但他身边的人永远跟不上他的节奏。他想往东，身边的人往西；他想建立秩序，身边的人制造混乱。他是一个孤独的领导者。用现代语言说，紫微星命格的人是那种天生的创始人气质，但如果找不到对的联合创始人，建不起对的组织架构，他的事业永远是一个人在扛，一个人在燃烧，最终要么把自己烧尽，要么把团队烧散。历史上最典型的紫微星命格人物是项羽。我知道我们没有项羽的生辰八字，不能用紫微斗数去推算他的命盘，但从命理特质的角度看，项羽身上所有的特质和紫微星孤立无援的状态高度吻合。项羽是什么人？他是那个时代最强的战士，最有天赋的军事统帅。他的个人魅力能让人为他赴死，他的战场嗅觉无人能及。他是一个真正的王者，但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不会用人，不是不想用，是他根本不信任何人。韩信来投，他不重用；陈平来投，他不信任；范增是他唯一的谋士，最终也被刘邦的反间计逼走了。他是一个孤独的紫微星，有帝王之姿，却没有帝王之道。刘邦是什么人？刘邦这个人在历史上形象一直很复杂。他出身低微，没有项羽的贵族血统，没有项羽的万夫不当之勇。论个人能力，他在任何一个维度上都不如项羽。但刘邦有一个项羽永远学不会的能力，他知道自己的边界，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他能让每一个人才在自己的体系里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张良负责战略，萧何负责后勤，韩信负责打仗。刘邦自己负责什么？他负责把这三个人绑在一起，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同一个目标服务。这就是帝王之道的本质，不是你最强，而是你能让最强的人为你所用。项羽的悲剧在紫微斗数的语境里是一个孤军格局的典型案例。他有紫微的气质，却没有紫微的辅佐系统。他以为孤独是强大的证明，但孤独恰恰是他最大的系统漏洞。乌江自刎的那一刻，他说了一句话：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紫微斗数会告诉你，这句话是错的，不是天要亡你，是你的命盘结构从来没有被正确激活过，你一直在用单机模式打一场需要联机的战争。这是紫微星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启示。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华横溢，有想法，有魄力，但总是孤军奋战，总觉得没人能理解自己，总在抱怨身边的人不够好，不够强，配不上自己的格局。这种人往往不是真的太强，而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构建自己的辅佐系统。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一个人站在山顶，真正的强者是知道如何让整座山都成为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说第二颗星，七杀星。如果说紫微星是帝王，七杀星就是战神。七杀光是这个名字，就已经让人感受到一股凛冽的寒意。在紫微斗数的星耀体系里，七杀星是一颗极其强硬的星，它代表破旧立新，代表杀伐决断，代表在任何困境中都能拼出一条血路的生存意志。七杀星命格的人，他们的人生轨迹是一条充满起伏和震荡的曲线。他们不是那种稳步上升的人，他们是那种要么大起，要么大落，要么成为时代的英雄，要么成为时代的炮灰，没有中间地带。为什么？因为七杀星的底层逻辑是冲突与破局，这颗星的能量只有在对抗和压力中才能被完全激活。用现代语言说，七杀星命格的人是那种在顺境中可能显得平庸，但在逆境中却能爆发出惊人战斗力的人。他们是危机中的英雄，是乱世中的强者，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和平年代，在稳定的体制内往往会感到窒息。他们需要战场，需要对手，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压力容器，
才能把自己的能量压缩到极致，然后爆发出来。如果没有这个容器，七杀星的能量会向内爆炸，他们会变得焦躁、易怒，充满破坏性。他们会在最不该冲动的时候做出最冲动的决定。历史上七杀星格局最典型的人物，我认为是韩信。韩信的一生是七杀星命格最完整的演示版本。年轻时的韩信穷困潦倒，受尽屈辱。你知道胯下之辱这个故事，一个市井无赖拦住他，说你要么用剑杀我，要么从我胯下钻过去。韩信钻过去了。很多人看这个故事，觉得韩信在隐忍，在蛰伏，但我想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解读。韩信在那一刻并不是真的在隐忍，他是在做一个极其冷静的战略评估。他的命盘在告诉他，你的战场不在这里，你的战场在沙场，在兵法，在那个足以让你施展全部能量的战争舞台，在一个街头混混面前逞英雄，不是你的战场。这不是懦弱，这是对自己核心资产的精准认知。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能被最大化。然后韩信遇到了刘邦，被萧何月下追回，被拜为大将军。接下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一战，十面埋伏，韩信用兵出神入化，无人能及。他是那个时代最纯粹的七杀星，战场就是他的命盘，冲突就是他的能量来源，他在战场上是神。但离开了战场呢，他是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生态的孩子。刘邦称帝后，韩信的命运急转直下，被贬为淮阴侯。阮晋在长安，最终被吕后诛杀于长乐宫。死前他说了一句话：我悔不用蒯通之计。蒯通曾经劝他，在楚汉相争最关键的时刻，自立为王，三分天下。韩信拒绝了。为什么？因为七杀星的人在战场上无比清醒，但在权力的游戏里，他们往往是盲的。他们不理解战场上的忠诚和政治上的忠诚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战场上你用能力赢得信任，政治上你用威胁换取安全。韩信的能力是他最大的资产，也是他最大的威胁。刘邦不杀他，是因为他还有用；刘邦杀他，是因为他太有用。这是七杀星命格最深的悲剧。他们往往是体系里最不可或缺的人，却也是体系稳定之后最先被清算的人。因为七杀星的能量在和平年代是一种不稳定因素。用现代语言说，七杀星命格的人是那种在创业期能打硬仗、能攻城略地的合伙人，但在公司上市之后，在体制稳定之后，他们往往会成为创始人最想清除的隐患。不是因为他们变坏了，而是因为他们的基因天生就不适合安稳的秩序。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在困境中是英雄，在顺境中是麻烦？打仗天下无敌，处理人际关系一塌糊涂。能在最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却在最平静的时候把自己的路堵死。七杀星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价值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被激活。如果他们找不到那个环境，他们就会成为一颗永远没有爆炸的炸弹，充满能量却毫无用处，最终在自己的内部腐蚀殆尽。所以七杀星命格的人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自己的战场，不是逃避冲突，而是把冲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把破坏力变成创造力。这是七杀星的命题，也是很多有强烈进攻性的现代人一生都在挣扎的命题。好，我们继续第三颗星，天机星。天机，天之机也，这是一颗极其特殊的星。如果说紫微星代表权力，七杀星代表战力，天机星代表的则是智力。但这不是普通的智力，天机星代表的智力是一种对规律的感知力，是一种在混沌中看见秩序的能力，是一种在别人还没意识到变化时就已经预判到变化方向的前瞻性思维。用现代语言说，天机星命格的人是天生的战略家、分析师、系统思考者。他们的大脑是一台永不停歇的运算机器，他们会在别人享受当下的时候，已经推演到3步之后的局面。他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联系，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规律，能在最复杂的局面里找到那个最关键的变量。
但天机星有一个非常隐蔽的陷阱：想太多。天机星命格的人，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部的竞争者，而是他们自己的大脑。他们的智力在某个临界点之后会开始反噬他们自己，他们会把每一个决策都分析到极致，以至于永远找不到一个完美的行动时机。他们会在每一个关系里都看到太多的层次和可能性，以至于永远无法真正信任任何人。他们会在每一个成功之后立刻开始担忧下一个失败，以至于从来没有办法真正享受当下。这是智慧的诅咒。历史上天机星格局最典型的人物，我认为是诸葛亮。诸葛亮的一生是天机星命格最完整也最令人动容的演绎。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战略家，没有之一。隆中对一篇文章把未来几十年的天下大事分析得清清楚楚。他在草庐之中就已经看见了天下三分的格局，这是天机星最高光的时刻。在别人还在混沌中摸索时，他已经看见了整个棋局的走向。但诸葛亮的一生也是天机星最深沉的悲剧。他太聪明了，聪明到他无法容忍任何一个人犯错。他事必躬亲，大小事务都要亲自过问。20丈以上的刑罚，他要亲自审核军中的粮草调度，他要亲自安排。为什么？因为他的大脑已经把每一种可能的失误都推演过了。他知道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会导致什么后果，所以他无法放手，无法信任任何一个人把事情做到他认为的标准。这是天机星命格最深的困境。他们的智慧让他们看见了太多风险，以至于他们无法授权，无法放权，无法建立一个真正能够独立运转的系统。结果是什么？诸葛亮把自己活活累死了。五丈原秋风一盏孤灯，一个用尽了最后一丝生命力的战略家，在他亲手建立却永远无法真正托付出去的事业面前，缓缓闭上了眼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句诗是对天机星命格最深刻的哀悼。但我要说一个更深层的东西：诸葛亮真正的悲剧不是他太累了，不是他死得太早了，他真正的悲剧是他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接班的人。刘禅不行，马谡不行，姜维有潜力，但还不够成熟。他的智慧没有被传承下去，他建立了一套极其精密的系统，但这套系统是以他个人的认知为核心的。一旦他离开，系统就会崩溃。这是天机星命格最根本的系统漏洞。他们能创造最精密的机器，却往往忘记最好的机器是不需要创造者时刻在场的机器。用现代语言说，天机星命格的人是那种能把公司战略做到极致的 CEO， 但他们往往无法建立一套真正可以复制和传承的组织文化。公司的运转是靠他们个人的智慧在支撑，而不是靠一套可以自我运转的系统。这样的公司，创始人在位时可以无比强大，但创始人一旦离开，公司就会迅速衰落。这不是悲剧，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天机星命格的人最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更聪明，而是如何把自己的智慧转化为一套可以独立运转的系统，然后放手。这是天机星的终极命题，也是很多极度聪明的现代人终其一生都没有解决的命题。现在我们来说第4颗星太阴星，太阴月亮之星。如果说前3颗星都在讲某种形式的进攻性力量，太阴星讲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太阴星代表阴柔、内敛、感受力、直觉、情感深度，以及一种对人心的天然感知。太阴星命格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敏感的一群人，他们能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东西，一个眼神，一句话里的语气变化，一个沉默里的情绪波动，他们都能捕捉到。他们是天生的共情者，是人际关系中最细腻的存在。但太阴星有一个极其隐蔽的特质，很多人都忽视了太阴星是一颗许财的星。在紫微斗数的传统解读中，太阴星入财帛宫或命宫，往往是财富积累的好格局。为什么？因为太阴星的能量是流动的，是渗透性的，
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月亮不会像太阳一样，用强烈的光芒照耀一切，但月亮的引力会影响整个海洋的潮汐。这就是太阴星的逻辑，它不是直接的、显性的力量，而是一种渗透性的、长期的、持续影响的力量。太阴星命格的人积累财富和影响力的方式，不是通过正面冲突，不是通过强力竞争，而是通过建立深度的信任关系，通过在别人的情感需求里找到自己的价值空间。但太阴星也有它的暗面，太阴星的人太容易被情绪淹没，他们的感受力是双刃剑，他们能感受到最细腻的美好，也能感受到最深刻的痛苦。他们在顺境中是最有温度、最受人喜爱的存在，但在逆境中，他们会陷入一种深深的内耗，他们会把外部的压力全部转化为内部的自我攻击，他们会觉得所有的不好都是自己的错，他们会在别人已经放下的时候，还在反复咀嚼那些伤痛。这是太阴星最深的命题，如何在保持感受力的同时不被感受力淹没。历史上太阴星命格最典型的人物，我想说的是王昭君。王昭君汉元帝时期的宫女，后来出塞和亲，嫁给了匈奴呼韩邪单于。这是一个被历史教科书简化成政治事件的故事，但如果你用太阴星的视角去看，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深度。王昭君是什么人？她是一个有着极高感受力的女性。她进宫之后拒绝贿赂画师毛延寿，所以毛延寿把她画得很丑，她因此没有被汉元帝召见，在深宫中蹉跎了多年。很多人说这是她的失策，但我想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解读。王昭君拒绝贿赂，不是因为她不懂规则，而是因为她有一种太阴星特有的骨气，她不愿意用这种方式来换取那种她并不真正想要的东西。她在深宫里过的是什么日子？无人问津，年华虚度，在一个巨大的权力机器里，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慢慢老去。这是太阴星命格的人在错误环境里的典型状态。他们的敏感和细腻，在一个冷酷的权力体系里，不是资产，而是负债。然后和亲的机会来了，没有人愿意去，王昭君站了出来。这一步是太阴星命格最深刻的一次自我激活。他知道留在这里，他会慢慢消耗殆尽，去往那个未知的地方。或许有另一种可能，昭君出塞，嫁给呼韩邪单于，在草原上生活了多年。史书上说，她在那里受到了极高的尊重。她的到来，带来了汉匈之间数十年的和平。她用她的感受力，用她的柔软，用她太阴星特有的渗透性力量，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力。这不是悲剧，这是太阴星命格最高光的时刻。他没有用刀，没有用权谋，他用月亮的方式，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情感的深度融化了两个文明之间的坚冰。但我们也不能回避那首诗：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太阴星的人，即使在最强大的时候，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无法消解的哀愁，那是一种对失去的、对本可以不同的人生的惦念。这不是软弱，这是太阴星命格最真实的底色。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种可能，而他们永远会为那个被放弃的可能在心里留一盏灯。这就是太阴星。好，现在我们已经拆解了4颗核心主星，但紫微斗数的精髓不仅仅在于单颗星的解读，它真正的深度在于星与星之间的互动，在于不同的星曜组合如何创造出截然不同的命运格局。这里我要讲紫微斗数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4化、化禄、化权、化科、化忌。这是紫微斗数里最核心的动态机制。如果说命盘里的星曜是一个人出场时的硬件配置，那么4化就是这套硬件在运行过程中的动态参数。化禄代表流动、增益、财富和机遇的激活，化权代表掌控、权力、主导权的强化，化科代表声誉、才华、贵人相助的显现，
化忌代表阻碍、内耗、执念和损失的触发。每一年，随着流年大运的变化，这四化会落在不同的宫位上，激活不同的能量场。用现代语言说，四化就是你的人生操作系统里每年都在更新的运行参数。今年化禄落在财帛宫，你的财运被激活，这一年适合在财富上发力。今年化忌落在官禄宫，你的事业宫被阻碍，这一年在职场上可能会遇到各种阻力，不适合强行推进重大决策。这不是宿命论，这是一种对能量节律的感知和顺应。就像农民知道什么时节播种，什么时节收割，不是说不播种就不能活，而是顺应节律才能事半功倍。但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认知，化忌不等于坏事。很多人一听到化忌就觉得大事不妙，要倒霉了。但在紫微斗数的深层逻辑中，化忌代表的是一种执念，一种深度的专注和投入。化忌落在哪里，那个宫位就会成为你这一年最执着、最在意、最深度投入的领域。这种执着可以是障碍，也可以是驱动力，取决于你如何使用它。如果化忌落在学业宫，你这一年在学习上会特别执着、特别在意，可能会遇到各种挫折，但这种执着也会让你在这个领域里比任何人都钻得更深。化忌不是诅咒，化忌是一种深度聚焦的信号，它在告诉你这一年这个领域值得你全力以赴。这是紫微斗数里最反直觉的一个认知。人生最大的收获往往不是来自顺风顺水的时候，而是来自那些被化忌激活的充满阻力的岁月。因为只有阻力才能让你真正沉下去，真正在一个领域里积累出别人无法复制的深度。这个道理不需要命理来证明，你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哪些岁月是你真正成长的岁月，往往都是那些最艰难的时候。现在让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紫微斗数的12宫代表了人生的12个维度，我要特别讲3个宫，因为这3个宫是现代人最容易忽视却最影响命运走向的3个维度。第一个是迁移宫，迁移宫在传统解读中代表出行、迁居、离乡背井，但在更深的层次上，迁移宫代表的是一个人离开原有环境之后的能量状态。他在问一个问题：你离开了你的舒适区，你的能量是增强还是减弱？迁移宫格局好的人，他们离开原有环境反而如鱼得水，他们在陌生的地方比在熟悉的地方更能发挥自己的能量。这种人适合走出去，适合闯荡，适合在更大的舞台上寻找自己的位置。迁移宫格局弱的人，他们在熟悉的环境里能量充沛，一旦离开就会失去支撑，变得茫然无措。这种人不是不强，而是他们的强大依赖于特定的土壤。用现代语言说，迁移宫在告诉你，你是一个适合离开家乡去大城市拼搏的人，还是一个更适合深耕本地建立根据地的人。这2种选择没有高下之分，但选错了就是一生的内耗。有多少人因为迁移宫的格局本应留守本地深耕一个领域，却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去了大城市，在陌生的环境里消耗了大量能量，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又有多少人本应走出去，本应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光，却因为各种原因困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把自己的能量一点一点消耗在内部摩擦上。迁移宫，这是现代人最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宫位。第2个宫是福德宫，福德宫是紫微斗数12宫里最被现代人忽视的一个宫位。在传统解读中，福德宫代表福报、精神享受、内心的满足感，但在更深的层次上，福德宫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底色，那个在所有外部条件剥离之后，你内心深处的真实状态。福德宫在问一个问题：你这个人内心是否充盈？福德宫格局好的人，他们有一种内在的稳定性，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都能在内心深处找到一种平静和满足。这种人不容易被焦虑和恐惧驱动，他们做事是因为真正想做，而不是因为害怕失去。
福德宫格局弱的人，他们的内心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洞，他们会不停地追求外部的成就、财富、认可，但每一次得到都只能带来短暂的满足，然后空洞感卷土重来，比之前更强烈。这种人往往是最努力的人，也是最痛苦的人。他们的努力不是来自热爱，而是来自恐惧。他们害怕停下来，因为一旦停下来，他们就会听见内心深处那个空洞发出的声音。用现代语言说，福德宫弱的人是那种典型的高焦虑成功者。他们拥有一切，但他们不快乐。他们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自己。这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一种精神困境。紫微斗数早在1000年前就把这个困境写进了命盘的结构里。福德宫不是奢侈品，不是成功之后才值得关注的东西。福德宫是所有努力的意义所在。如果你的福德宫是空的，那么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为一个永远无法被满足的空洞服务。这是紫微斗数给现代人最深刻的一个警告。第3个宫是官禄宫。官禄宫在传统解读中代表事业、官职、社会地位，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官禄宫代表的是一个人在社会系统里的定位和价值输出方式。他在问一个问题：你是谁？在这个社会里，你的价值以什么形式被呈现？官禄宫里的星曜组合会告诉你，你最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方式，你在什么样的职业环境里能量最大，发挥最好。有些人的官禄宫适合独立作战，他们做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效果远比在大公司里打工好。有些人的官禄宫适合体制内，他们在有明确规则和层级结构的环境里，能量被充分激活。有些人的官禄宫适合创业，他们需要一个可以完全掌控的战场，才能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极致。很多人的痛苦就来自于官禄宫的格局和现实职业选择的错配。一个官禄宫适合独立作战的人，被困在一个大公司的格子间里，每天做着重复的工作，接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管控，他的能量被这个环境不断的压缩消耗，却无法找到出口。他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他说不清楚哪里不对劲。这种感觉在紫微斗数里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解释：官禄宫的格局和现实环境的能量场不匹配，这不是他的错，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错配问题。解决方法不是更努力，不是更拼命，而是重新审视自己的官禄宫，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能量场。好，现在我们来讲一个紫微斗数里最令人后脊背发凉的概念——大限。大限是紫微斗数里对人生阶段的划分，每10年为一个大限，每一个大限都有一套对应的宫位组合在运转，决定了这10年里你的人生主题是什么，你的能量流向是哪里，你的机遇和挑战来自哪个方向。大限是紫微斗数里最有深度的一个概念，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相：人的一生不是匀速的，人的一生是有节律的，是有高潮和低谷的，是有特定的能量爆发期和蛰伏期的。很多人的痛苦来自于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哪个大限，他们在蛰伏期拼命想要爆发，消耗了大量能量，却收效甚微；他们在爆发期却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最佳的行动窗口，让机遇白白流逝。用现代语言说，大限就是你的人生周期表。它不是在告诉你这10年一定会发生什么，而是在告诉你这10年你的能量场是什么状态，什么类型的行动在这个能量场里能获得最大的回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30岁之前一事无成，但30岁之后突然开窍，事业爆发，一发不可收拾。不是他们30岁之后突然变聪明了，而是他们进入了一个对他们更有利的大限，他们的命盘能量在这个阶段被充分激活了。也有些人20多岁的时候风光无限，但30岁之后却陷入了漫长的低谷。不是他们变差了，而是他们进入了一个蛰伏的大限。这个大限不是在惩罚他们，而是在逼迫他们沉下去，积累蓄力，为下一个爆发期做准备。但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个逻辑，他们会把这段蛰伏期解读为失败，解读为自己不够好，
然后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这是最大的浪费。紫微斗数告诉你，没有真正的失败，只有还没有到来的爆发期。你所经历的每一段低谷，都是命盘在积蓄能量。关键是你要在低谷里做对的事情，不是硬撑，不是强行突破，而是深耕积累，等待那个能量爆发的时机。这是大限给现代人最重要的启示。现在我要讲一个紫微斗数里最让我震撼的一个命盘格局：基月同梁格，天机、太阴、天同、天梁，这4颗星组合在一起，构成了紫微斗数里一个非常特殊的格局。传统命理对这个格局的解读是宜任职，不宜经商。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这种命格的人适合在体制内，在稳定的组织结构里发挥自己的价值。他们不适合创业，不适合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里冒险。但这里有一个深层的真相，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基月同梁格代表的是一种极高的服务意识和系统思维。这种命格的人，他们的核心价值是在一个复杂的系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的能量精准地输出到系统最需要的地方。他们不是那种单打独斗的英雄，他们是那种让整个系统运转更流畅的润滑剂。用现代语言说，基月同梁格的人是那种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最出色的系统架构师，最有价值的组织内部的关键节点。他们的价值不在于他们能独立创造多大的成就，而在于他们能让一个组织运转得更好，走得更远。这种价值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够光鲜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崇尚的是创业者，是独角兽，是那种凭一己之力颠覆行业的英雄。但紫微斗数在1000年前就告诉你，这个世界需要的不只是英雄，更需要那些让英雄能够持续发光的支撑系统。没有萧何，韩信打完仗士兵吃什么？没有张良，刘邦的每一步都可能走错方向。没有那些在幕后默默运转的系统，任何一个英雄的光芒都无法持续。基月同梁格，这是对那些在幕后支撑世界运转的人最深刻的致敬。好，现在我们来讲一个现代人最关心的话题，在紫微斗数里，财富是怎么被定义的？紫微斗数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宫位，叫财帛宫。财帛宫代表一个人获取财富的方式和能力，但紫微斗数对财富的理解和现代人的直觉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现代人觉得财富来自于努力，来自于能力，来自于把握机遇。紫微斗数说这些都对，但还不够。财富最根本上来自于你的财帛宫格局和你的命宫、官禄宫之间的能量流通状态。换句话说，财富是你的整体命盘能量在财富维度上的自然输出。如果你的命盘能量是流通的、顺畅的，那么财富会自然而然地流向你。如果你的命盘能量是阻塞的、内耗的，那么无论你多么努力，财富都会从你的手指缝里漏掉。这听起来很玄，但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其实非常清晰。一个内心充满恐惧和焦虑的人，他的财富决策往往是扭曲的。他会在不该冒险的时候冒险，在该果断的时候犹豫，在该守住的时候放弃，在该放弃的时候死守。这不是能力问题，这是心理状态问题。而心理状态在紫微斗数里是由命盘的整体能量格局决定的。紫微斗数在告诉你，真正的财富积累不是从财帛宫开始的，而是从命宫开始的。你是什么人？你的核心能量是什么？你的内心是否充盈？你的福德宫是否有根？这些才是财富的真正基础。一个命宫格局强大、福德宫充盈的人，即使财帛宫格局普通，也能通过自己的核心能量吸引财富流向他。一个命宫格局混乱、福德宫空洞的人，即使财帛宫格局再好，也会把到手的财富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方式消耗掉。这是紫微斗数对财富最深刻的洞见。财富是人格的投影，你是什么人，你就会有什么样的财富格局。改变财富，先改变人。这个道理在现代心理学里有大量的研究支撑。
但紫微斗数在1000年前就已经把它写进了命盘的结构里。现在我们来讲一个紫微斗数里最难以理解，也最令人动容的概念——命运的对宫。在紫微斗数里，12宫是两两对应的，命宫对迁移宫，财帛宫对福德宫，官禄宫对田宅宫，夫妻宫对交友宫，父母宫对子女宫，兄弟宫对极恶宫。这种对宫关系揭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命运逻辑。你的每一个核心维度都有一个镜像的维度在对应。命宫和迁移宫的对应告诉你，你是谁和你在哪里是互相定义的。你的自我认知影响你的环境选择，而你的环境又会反过来塑造你的自我认知，这是一个双向的影响机制。财帛宫和福德宫的对应告诉你，你能赚多少钱，和你内心有多充盈是互相影响的。一个内心空洞的人，他的财富永远是不够的，因为他需要用财富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但财富永远填不满内心的空洞，所以他永远在追逐，永远不满足。官禄宫和田宅宫的对应告诉你，你的事业成就和你的家庭根基是互相支撑的。一个家庭根基稳固的人，在事业上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因为他知道即使失败了，他还有退路，还有根。而一个家庭根基薄弱的人，在事业上往往会过于冒险或过于保守，要么因为没有退路，所以不敢冒险，要么因为太想逃离那个根基薄弱的家，所以不顾一切的冒险。这种对宫逻辑是紫微斗数里最精妙的地方，它告诉你人生的每一个维度都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一个整体，是互相影响、互相定义的系统。你不能只盯着一个维度拼命优化，而忽视其他维度。因为当你把一个维度优化到极致，而其他维度严重失衡的时候，那个极致会反过来成为你最大的脆弱点。用现代语言说，这就是木桶效应的命理版本。但紫微斗数比木桶效应更深刻，它不仅在说你要补短板，它在说你的每一个维度都在和它的对宫进行能量的交换和平衡。你不能只补短板，你要理解每一对宫位之间的能量流动逻辑，然后在这个流动中找到最优的平衡点。这是一种系统性的人生管理思维。1000年前的古人用星象和命理把这套思维编码进了一个叫做紫微斗数的系统里，而今天我们用的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在用不同的语言说着同样的道理。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震撼的事情。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使用的语言在不断的更新。好，现在我们来讲一个很多人都忽视的话题，在紫微斗数里，感情和婚姻是怎么被解读的？夫妻宫是紫微斗数12宫里最复杂也最多争议的一个宫位。传统命理对夫妻宫的解读往往集中在你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人，你们的感情会不会顺利，婚姻是否稳固。但这里有一个深层的逻辑，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夫妻宫不只是在描述你的伴侣，更是在描述你在亲密关系里的能量状态。他在问一个问题，在最亲密的关系里，你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亲密关系是人性最真实的照镜子。在职场里，在社交场合里，人们都戴着面具，但在最亲密的关系里，那个面具会慢慢脱落。你真正的情感模式，你真正的需求，你真正的恐惧和渴望，都会在亲密关系里被放大、被激活、被呈现。夫妻宫里的星曜揭示的不只是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伴侣，更是你在亲密关系里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能量模式。比如夫妻宫里有七杀星的人，在感情里往往是那种有强烈控制欲或极度独立的人，他们需要一种势均力敌的对抗感，才能感受到真实的连接。如果伴侣太软弱、太顺从，他们会感到无聊，会失去兴趣。他们需要一个能和他们抗衡的人，一个有自己立场和边界的人。夫妻宫里有太阴星的人，在感情里是极度细腻和敏感的，他们对情感的感知力极强，能察觉到伴侣情绪的细微变化，但他们也因此容易在感情里过度付出，容易把伴侣的情绪全部揽到自己身上，最终把自己压垮。夫妻宫里有天机星的人，
在感情里是那种永远在分析、永远在推演的人。他们会把每一段关系都分析得清清楚楚，但有时候分析太多，反而让感情失去了它最原始的温度。他们最需要学习的是在感情里放下分析，放下推演，允许自己只是感受。这些是紫微斗数对感情最深刻的洞见。感情的本质不是找到对的人，而是成为对的人。当你真正理解了自己在亲密关系里的能量模式，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夫妻宫格局，你才能真正明白你需要在感情里做哪些调整，才能让那段关系真正流动起来。这不是命中注定，这是自我认知的深化。紫微斗数在告诉你，感情不是运气，感情是修行。好，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更宏观的层面。紫微斗数作为一套命理体系，它真正的哲学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整个紫微斗数体系里最深刻也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认为紫微斗数的哲学基础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宿命论和自由意志的辩证关系。它既不是纯粹的宿命论，也不是纯粹的自由意志论，它是一种结构性的自由。什么意思？紫微斗数说你的命盘是你出生时的宇宙能量状态在你身上的投影，这个投影是固定的，是不可更改的，这是宿命的部分。但紫微斗数同时说，命盘只是结构，不是剧本。它告诉你你的能量是什么格局，你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你的人生节律是什么，但它不告诉你你一定会做什么，你一定会经历什么。在这个结构里，你有无限的选择空间。你可以选择顺应你的命盘格局，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能量场，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你也可以选择逆着你的命盘格局，在不适合自己的方向上硬撑硬熬，用巨大的能量消耗去换取一个可能并不适合你的结果。两种选择都是你的自由，但它们的代价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结构性的自由。你不能改变你的结构，但你可以在结构里选择最优的行动路径。用现代语言说，这就像是你无法改变你的基因，但你可以选择你的生活方式，来激活基因里最好的部分，压制基因里最坏的部分。这是紫微斗数最深刻的哲学洞见。命运不是你的敌人，命运是你的地图。地图告诉你地形，告诉你哪里是山，哪里是路，哪里是深渊。但你选择走哪条路，选择翻哪座山，选择在哪里停留，这是你的自由。没有地图的人在茫茫荒野里盲目前行，耗尽了力气，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有地图的人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前方的地形，可以做出最优的路径选择，用最少的能量走到最想去的地方。紫微斗数就是那张地图，它不是在告诉你你的命运是什么，它是在告诉你你的地形是什么。这是我对紫微斗数最核心的理解。现在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紫微斗数和现代社会的深度连接。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焦虑的时代，内卷、躺平、阶层固化、35岁危机、生育焦虑、中年危机，这些词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情绪。每个人都在问我的未来在哪里，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人生到底应该怎么活。这些问题和1000年前的人们问的问题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包装变了。1000年前，人们问我的命是贵还是贱，我能不能科举及第，光宗耀祖。今天人们问我能不能在这个城市买房安家，我能不能在35岁之前爬到足够安全的位置。问题的形式变了，但问题的本质没变。我是谁？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命运能不能被我自己掌控？紫微斗数用一套1000年前的语言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而他的答案在今天依然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说：你是谁？早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在宇宙的能量场里有了一个独特的印记。这个印记是你的核心资产，也是你的核心约束。你的一生是在这个印记的基础上展开的一场探索。你可以选择忽视这个印记，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在不适合自己的方向上挣扎。你也可以选择认识这个印记，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走得更远，走得更稳，走得更有力量。这是紫微斗数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启示：认识自己是一切的起点，不是认识一个你希望自己是的自己，不是认识一个别人眼中的自己，而是认识那个真实的、有着特定命盘格局的、有着独特能量结构的自己。这种自我认识不是自我限制，这种自我认识是真正自由的起点。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知道自己是谁，你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是真正属于你的选择。好，现在让我们讲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陈希夷本人的。陈希夷这个创立了紫微斗数的人，他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他年轻时参加科举，落地了。按照当时的社会逻辑，这是一个失败者。但陈希夷的反应不是更加努力的备考，不是找关系走后门，不是在体制内找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位置，他的反应是转身离开。他去了华山，在那里隐居研究道学，研究星象，研究人的命运。他拒绝了皇帝的多次征召，始终保持着他的独立性。但他也不是那种彻底出世的隐士，他关心天下，思考人的命运。他把自己毕生的智慧凝结成了一套可以帮助普通人认识自己命盘的系统。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回答了那个最古老的问题：人应该怎么活？他的答案不是一句话，而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就是紫微斗数。他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命盘格局，都有自己独特的能量结构，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节律。没有哪一种命盘是绝对好的，也没有哪一种命盘是绝对坏的。每一种命盘都有它的光明面和暗面，都有它的高峰和低谷，都有它的核心资产和系统漏洞。真正的智慧不是改变你的命盘，而是读懂你的命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最优的人生选择。这是陈希夷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礼物。但我要在这里说一个更深层的东西。陈希夷创立紫微斗数，不只是在研究命理，他是在研究人类最根本的存在困境。我们渴望确定性，但生活在不确定中；我们渴望掌控，但很多事情超出了我们的掌控范围。我们渴望意义，但意义不是天然存在的，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的。紫微斗数是一个1000年前的人面对这些困境给出的一个极其精密的应对框架。他用星象和宫位把那些无形的模糊的人生变量变成了可以被观察、被分析、被理解的结构。这种结构化本身就是一种对抗焦虑的力量。当你能把你的人生放在一个可以被理解的框架里，当你能看见你的命盘格局，看见你的大限节律，看见你的宫位能量，你就不再是那个在茫茫荒野里盲目前行的人。你有了地图，你知道自己在哪里，你知道前方的地形是什么，你可以做出更清醒的选择。这种清醒不是无所不知，不是对未来的完全掌控，而是对自己的深度认知和对命运节律的顺应与借力。这是紫微斗数在今天依然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能预测未来，而是因为它能帮你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最重要的事情。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陈希夷说读懂你的命盘，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总结。紫微斗数这套诞生于1000年前的命理体系，它真正在研究的是什么？它研究的是人的底层操作系统，它研究的是命运的结构性逻辑，它研究的是那些你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人生变量。它告诉你，紫微星的人需要建立辅佐系统，而不是孤军奋战七杀星的人需要找到自己的战场，把破坏力转化为创造力。天机星的人需要把智慧转化为系统，而不是把智慧变成控制。太阴星的人需要在保持感受力的同时，不被感受力淹没。他告诉你，大限是人生的节律，
顺势而为才是最高效的行动策略。福德宫的充盈是所有财富和成就的真正基础。命运不是你的敌人，命运是你的地图。但最重要的是这一句：认识自己是一切的起点，不是认识一个你希望自己是的自己，而是认识那个真实的、有着独特能量结构的自己。这种认识不是自我限制，而是真正自由的起点。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知道自己是谁，你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样的人生是真正属于你的人生。这是紫微斗数给现代人最深刻的礼物。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活了这么多年，你真的认识自己吗？不是那个在简历上写的自己，不是那个在朋友圈展示的自己，不是那个在别人期待里努力扮演的自己，而是那个在深夜里，在所有的面具都卸下之后，那个真实的、有着独特能量结构的、有着自己命盘格局的自己。你认识他吗？你知道他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战场、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节律，才能真正活出自己的最大值吗？如果你还不知道，那么这可能是你人生中最值得去探索的一个问题。不是为了算命，不是为了预知未来，而是为了认识自己，为了找到那条真正属于你的路。紫微斗数只是一个工具，一张地图。走上那条路的人，是你自己。读懂了紫微斗数，你才算真正开始读懂自己，而读懂自己，才算真正开始读懂这场叫做人生的旅程。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你与你自己之间的那段距离。愿你有勇气去走完那段距离。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一丝触动，有一丝共鸣，有一丝想要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冲动，请点击订阅，点击喜欢，把这个内容分享给那个你觉得需要听到这些话的人。我们这个系列每一期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带你读一本可能改变你认知的书。下一期我们继续。